有一只小猫咪，从来也不轻。嗨，大家好久不见！我终于把 DIY 猫咪保暖衣的影片做出来了。在进入主题之前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频道呢都是在分享猫咪的大小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主题的话，记得要帮我点赞，还有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本身是没有任何设计呀，或者是美感，或者是针线活服装的任何背景，我纯粹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件猫咪的保暖衣，所以就自己研究，然后做出来的这个衣服。那当初会着手猫咪保暖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加拿大之后，发现这边的天气就是偏冷的，差不多9月份的时候，这边的气温就会到了10度、11度左右。那时候呢，还是带猫咪它们出门的话，其实都还是很冷的，所以当时我才会开始着手让猫咪穿保暖衣。那说到让猫穿保暖衣，应该有很多人有疑问吧？比如说，猫咪全身都是皮毛，还需要穿保暖衣吗？第二就是猫咪的排汗机制都是在手掌跟脚掌。他们穿保暖衣会有用吗？其实这些都是我当初一开始的疑问。于是呢，我就研究了非常多的要怎么让他们保暖。我也试过在他们包包里面放暖暖包，也试过包毯子。那包毯子的话，当然是有效果的，因为它就是整个把猫咪包起来，然后它会透过它自己的身体的热能，然后让它有蓄热的效果。面包的部分呢，它是很乐意在睡袋啊或毯子里面，因为它会冷，所以它自己就会自动跑到那个里面去，所以它 OK。但是像玛尼，它是宁可冷死，它都一直要黏着我们。9月份我觉得还是可以露营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气温其实也是偏低。我们在外面生活或是做事情的时候，玛尼是不愿意待在车子里面，不愿意待在我们让它有保暖的地方，它就是冷死出来发抖，它都要黏在我们脚边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开始要让他们穿衣服的原因。于是呢，我就开始上网找了猫咪的保暖衣服。那这边有一个品牌叫做 Canada Pooch， 它其实就是专门为狗狗设计的，它们的材质都是非常厚的，是可以达到保暖的效果。可是我把它穿到猫咪身上之后，第一尺寸不合，要么就背太短，要么就是它无法走路，因为它袖子挡住它了。再来是它们材质偏厚偏硬，猫咪呢，其实在它们身上是一个负担。我真的找不到任何可以适合给猫咪的，所以才决定要自己做一件。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，就是你在网络上要挑给猫咪穿的，你尽量就是不要穿有袖子的，尽量就是全部是背心式的，然后不要挡住它们的视线，不要挡住它们走路，其实就很 OK。我们要怎么确保说这个衣服是可以给它们保暖的呢？当我们带妈咪它们出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它在发抖了，赶快给它穿上衣服，因为它那时候它的皮毛会是冰冰的。你给它穿上衣服之后呢，你过个15分钟、那30分钟，你手再往它们的身体里面伸，背呀、肚子啊，它都可以感受到就是暖乎乎的感觉，而且它的发抖的状况也会变少，所以这可以确认就是说这个衣服是有保暖的效果。那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布料，就先上网查了一下有这几种布料，我就去看了这几种布料之后，你再去对照一下你们家的衣服。这件外套是我觉得我所有衣服当中最保暖的一个，而且加上这个材质是猫咪非常喜欢在上面踏的一个材质，所以我就以它当参考。我就看了一下它的这个 label， 它上面是写 polyester， 那是不是就对照到了我们查的这个列表当中的第3名？它的蓄热效果是非常好，也可以达到很好的保暖效果。那挑好布料之后呢，就是设计版型。这件背心是让玛尼最觉得自在，所以我就决定就是用这个版型直接去照做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身边完全没有任何衣服参考的话，那你们就是要帮他们量脖围、胸围还有背长。那你们量好之后呢，就要把它画在纸上，背长36，然后做个记号。我们背长36呢，还要再多1到2公分，因为我们都需要收边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画的是大概37.5好了，因为这样子缝的时候会比较好缝。脖围跟胸围都不用太精准，因为我们是用魔鬼毡，最后是这样，所以你都可以去调整。多1公分是为了要给它们有空间，反正才不会你弄刚刚好之后缝起来变超小件。在纸上画好这个版型之后呢，把它们剪下来，然后到猫咪身上去比试看看，说是不是可以的。那我刚刚试之后呢，发现这边宽度有一点太窄了。那没有关系，我们在布上面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再画一次版型，所以我们就到时候我们再给它加宽个1到2公分就可以了。
因为这边呢，我想要做帽 T 的感觉，那我就会再多一个帽子的部分。这边也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这个版型呢，其实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量它，可是因为它是在 A4 大小以内，所以呢，我会做一个 PDF 档，会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面，你们可以去下载看看，来做个参考用。好啦，那这样子呢，就是一半的帽子。那我们要做成2面，才有办法弄成一个帽子的样子。那你把它拼接在一起之后，一样是在猫咪的头上比试看看可不可以。那裁好纸张之后呢，就要放到布料上面去把它裁布料。你要画记号的那一面呢，就是要放在里层，所以你要看好。像我这个是外层，那我画记号就是在里层。那我刚刚有说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宽度太窄了，在小面包身上，所以呢，我就是2边再多加1公分，把它用夹子固定住。反正把它整理成它是一半的图形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剪给它了。记得 make sure 一下它是不是一半，因为刚刚已经量了嘛，所以是13公分，我真把它固定住。不是非常的完美，但是因为我们是布嘛，就是没有关系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就直接裁就好了，因为2边应该不会差太多。我们就把它固定起来吧，正面对正面固定住。我们到最后需要这样子从里面把它这样反过来，反过来这些裁缝的线才不会露在外面，让它藏在里面。那固定好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缝啦。那因为我本身是有裁缝机，那如果你没有裁缝机的话，也可以选择用手缝的。当然手缝的话，时间会花的比较多，也比较辛苦一点。可是我会觉得手缝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很细节的把所有东西都缝到。那有做帽子的部分，就是留领口的地方不要缝，因为我们要把它反面。那如果没有做帽子的话，其实随便一面，你只要可以留一个口让它反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缝衣服的部分。缝完就会像这样子，全部都缝好了之后，脖子会空出来，因为到时候我要缝帽子。那这个衣服的部分就可以先把它翻过来了。记得这种边边角角一定要用手指头去把它嘟到底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提醒一件事，就像这样子。所以这个部分就要注意，要记得把它补缝这样子。所以我这边再补2针。那接下来是缝帽子的部分，那我们一样也要留一面不要缝，因为我们也要把它反面。帽子的部分我会因为它要跟衣服的领口连接，所以我也是留领口的地方不要缝。你看出来这形状，那这个长的部分是脸的地方，这一边是头顶，头顶的地方。然后头顶一直到后脑勺这里，在这边呢就是领口的地方。领口的地方我们先不缝，帽子的部分就是两 part， 我们要先把这些缝起来，最后再把2个拼起来。我已经先做好一边了，那这里是内里哦，我们领口的地方要留着跟衣服接缝，我们就把它反面。一样要确认一下那个有没有漏缝的。2边都缝好之后呢，可能你要先决定一下会要哪一边是正面，哪一边是里面，因为这个是头顶。橘色在外面的话，我就要这样子，这样去缝它。缝完之后呢，就要把它翻过来，像这样子。OK， 所以从头顶一直缝到后脑勺这边，记得长的这一面是脸的部分。好了，然后刚刚其实我原本说就是头顶
跟后脑勺嘛。但是后来我这边觉得有点开，翻过来之后，我觉得有点开，所以我又多缝了。但是看起来好像缝太多了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其实到时候他们穿上去的时候，他们不会真的戴这个帽子，它只是装饰用而已，所以没关系，就先这样吧。这样帽子的部分就完成了。接着呢，要把它跟衣服组装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帽子跟衣服要结合。那我这个橘色是要在外面，好，然后我们这个领口的部分都没有缝，对吧？所以，你要先想象一下啊，这个这样子在猫咪身上。那因为我们不要这个缝的那个边是露在外面的嘛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反面折，也就是说内里要朝外。然后呢，把它先试试看，先模拟固定住。你在固定的时候啊，就记得要给你留位置，待会等一下要裁缝的位置，就是真的缝的位置是在比较里面，因为我现在固定是固定在这边。那当然这样子模拟起来会很小件，但是我要缝的位置会在边边的地方，所以它到时候拆掉之后就会是比较正常的样子。那就是这个意思，然后呢就直接这样子缝。所以这件衣服已经好了。然后刚刚忘了说，就是在你缝这个帽子跟衣服这边的时候，你要从头开始缝，所以我就直接哒，就直接把它缝起来就对了。那这样衣服的部分就大概完成喽。最后呢是魔鬼毡的部分，魔鬼毡你千万一定要比划好，因为其实我就是有一次缝错面，然后要抄也是非常辛苦的，所以记得要比划好哪一面要缝，要面对哪一面，要清楚的知道。再来是要缝这个魔鬼毡。你要先去量你们家猫咪的脖围，就是去给它试穿看看，然后再决定你的魔鬼毡要在哪边。好啦，这样就完成啦！快点给猫咪试试看。你看哦，其实这个帽子真的我也没有做得很成功，它就是整个看起来戴起来的话很诡异，所以我通常都是直接把它折下来，当做一个保暖，像围脖一样围在它们的脖子里面，不会灌风进去。所以是不是很可爱呀？那自己做这个衣服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，就是可以知道是非常合身，背长也是他们的，然后整个最后可以调整，因为依照是完全量身打造的嘛，所以保暖效果是非常好的，而且也非常的简单，其实真的就是缝一缝就好了。好啦，谢谢看到这边的你们，我相信看到这边的你们应该是对猫咪做衣服也是非常的有兴趣。那如果你有真的做了一件，记得要留言跟我说，因为真的是还蛮有意义的一件事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见。